连波球都害怕的中国拳王就是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魏宁辉来自河南周口，是中国小级别打拳最猛的那一位。欧洲世界冠军在他面前都撑不过30秒，就被魏宁辉无情打断3根肋骨，夺走了他那引以为傲的冠军金腰带。他的重拳就像是安装了追踪器一般精准，3下5除2便把来滑踢馆的世界拳王和世界冠军打得落荒而逃，怀疑人生。如此猛将却遭到了外国拳坛的惦记，看来他们那些坏人是看不得中国擂台快速发展。波兰老将托马兹成为了挑战魏宁辉的第一人。别看这家伙年龄有点大，其实他可是欧洲世界冠军、亚洲世界冠军、非洲世界冠军，各大洲都有托马兹的王位。一般人根本就成为不了托马兹的对手，但凡有幸成为了托马兹的对手，那么下场也会是被托马兹打得满地乱爬。既然如此，那就让魏宁辉亲自出马来会一会他。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比魏宁辉大了14岁的托马兹，刚上擂台就表现出了拳坛老将的风范。中段的扫踢还原颜色。魏宁辉是曾经在3亚战当中的 KO 了国际鬼才 Dennis， 在他上场比赛是惜败给了可以说是神级的世界级泰拳鬼才级大师勒德斯拉。魏宁辉的中段扫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的中近距离的拳连接性呢非常的强。魏宁辉也不甘示弱，一套击负拳彻底打退了波兰老将托马兹。紧接着托马兹就被打跪了，短短30秒的时间，在国际擂台不可一世的托马兹就被打败了。魏宁辉还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年轻人，是日本的 K1 的冠军、传奇冠军磨砂豆的把式，非常出色，非常具有潜力。接下来有请来自英国的世界冠军出场，他叫克雷格，也算是远近闻名的世界拳王，在擂台上可谓是风靡万千。别看他个头不高，体型不壮，可真要是打起架来，恐怕同级别选手没有多少人会是他的对手。此人很厉害，甚至还有观众称他为是英国版魏宁辉。真假魏宁辉相遇，比赛战况定会如火如荼。文龙画虎的选手就是克雷格，持续晋级，直到获得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金腰带。也就是说，今晚的胜者要连打3场。对，这个对一个职业选手的这种体能啊，跟这种意志力是非常的要求之高啊。对，克雷格是在昆仑决49日本东京站的时候，克雷格与魏宁辉一样都是拼打型选手，这俩人都属于打起架来不要命。尤其是魏宁辉，他每一次面对来滑踢馆的外国选手，总是全力以赴，展现出中国拳手的顽强与坚韧。这次对战英国的克雷格，他依旧是火力全开，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比赛一开场，魏宁辉的快拳便如狂风暴雨般袭来，让克雷格措手不及，难以招架。所以我们看他的战绩要比魏宁辉要多一些。但魏宁辉的那个昆仑决战绩比他多一点对，魏宁辉这两还有标志性的被誉为催泪专家、爆肝大师的魏宁辉，很快就从克雷格的出拳当中寻找到了破绽。但魏宁辉并没有着急向克雷格发起猛攻，而是按耐住性格，稳稳地与克雷格展开对抗。毕竟克雷格是英国的世界冠军，没点硬实力是不会获取如此高贵的荣誉。魏宁辉耐心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他深知稳扎稳打的重要性。我们看克雷格也是不想一上来就让自己处在下风啊，逼得还是比较紧。魏宁辉在擂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和话语权，毕竟他可是专打世界冠军的中国拳王。就连波球看了魏宁辉的表现都赞叹不已。当然，波球内心也是十分忌惮魏宁辉。在此之前，魏宁辉曾在泰国进行深度训练，自身的身体硬度和泰拳技术基本上与泰国本土选手的综合实力相差无几。一扫。克雷格的动作爆发力还是不错。连续的击服，我们听到这砰砰的这个声音啊，这是小胖的标志性的武器。不过这两下克雷格的抗击打也是表现出来，真的。别看魏宁辉年轻气盛，看上去没有什么实力，他的重拳能直接打死一头刚成年的小奶牛，重拳的威力惊人，而他的腿法同样犀利，能在一瞬间攻破对手的防线。在与克雷格的交锋中，魏宁辉的下盘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稳定性，他的每一记扫踢都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风暴，冲击着对手的防线。且刚才克雷格还是打法有点立体进攻啊，对，打一下前手，然后后腿再低扫一下。在之前他战胜白利帅的时候，其实就是泰式的风味特别的浓实。第二回合开始了，面对克雷格所发起的猛烈攻击，
魏宁辉内心非常沉稳，并没有因为这一系列攻击而恼怒，毕竟他此时已经发现了克雷格的致命漏洞，此时不发起攻击打瘫克雷格，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不管怎么说，克雷格也是一名世界冠军，真要是被魏宁辉光速秒杀，那岂不是很丢脸？维度在他那个级别的那个国人里面也算是非常出众的。对，因为熟悉小胖的也知道，在之前啊，小胖是主打61到63这个公斤，但是呢，因为这2年因为克雷格的猛打猛冲换来的却是被击倒读秒，这一现象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明明是克雷格在发起猛烈进攻，结果克雷格却率先一步倒了下去。重新爬起来的克雷格非常不甘心，但又没有办法，只好重振旗鼓投入到战斗之中。很可惜，此时的魏宁辉已经不打算再给克雷格喘息的机会。不要太着急，体能的分配。对，哎，被我神前挡了一下，可惜。克雷格恢复的又中了一下后手，又是一个。那克雷格也还了一下后手迎击。后手钻进去，有了。克雷格被打得有点小晕，但又不得不加以防守，不然魏宁辉的重拳下1秒就会把克雷格打死。为了能在乱中取胜，克雷格不惜挨到重击也要拼死发起反击，否则克雷格永远就只有挨揍的份，根本无法打败魏宁辉，巩固他在国际擂台的地位。到了，是的。而且看克雷格刚才那下出腿就已经有点不标准了，现在还又魏宁辉现在很稳健呢，在没有更多的机会之前，自己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空当啊。如果这局再出现一次的话，比赛就将结束。对，连第一个回合里面读秒3次就直接判负了呗。魏宁辉准确捕捉到克雷格的失误，利用自己的速度和力量优势，发起了一连串疾风骤雨般的攻势，每一次出拳和扫腿都精准无比，仿佛预知了克雷格的每一个动作。魏宁辉在擂台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技艺。结束了，连续读秒3次，结束了，直接结束比赛。好，小胖魏宁辉强，直接晋级4强。最终魏宁辉取得了比赛胜利，堪比战神的魏宁辉再次拿下了胜利，不愧是连播球都忌惮不已的中国拳王，真的太牛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宁辉打几分？